你以為在 Steam 上賣一套$10的遊戲，扣掉平台分潤，最終就能拿到$7嗎？除了平台分潤的30%，作為一個開發者，在 Steam 上賣一款遊戲，究竟可以實拿多少錢呢？大家好，我是技術人 Rob，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聊聊大人的話題——收益和稅金。在 Steam 銷售遊戲，除了平台分潤以外，你還可能遇到各國的稅金、發行商分潤、跨國匯款費以及台灣所得稅。今天這支影片，我就假設一套售價$10的遊戲，接着一層一層的實際算給大家看，究竟開發者上架到 Steam 銷售的話，最後能夠拿到多少錢？第一層 ，Steam 平台分潤。首先，一般情況下 ，Steam 平台會收取大約30%的平台分潤，這個是平台的服務費，不是稅金。但以獨立遊戲來講，目前沒有比 Steam 更公平的平台了，所以這30%給的不冤。畢竟你賬號被盜 ，Steam 還會派出部隊幫你搶回來嘛，平台服務還是很到位的。所以假設一套遊戲未稅的金額是$10，扣除 Steam 的30%後，開發者可以分到$7，但這只是第一層而已。接着第二層，也就是大多數人都不太懂的玩家所在地的稅金。Steam 會依照玩家所在的國家處理 VAT、營業稅或是 Sales Tax， 總之就是各種名目的稅金。先以美國玩家來舉例，如果你不是美國人的話，美國來源的收入會被扣30%的預扣稅。這個在當初申請 Steamworks 收款資料的時候，大家應該都有填過一個 W8 系列的表格。這份表格就是用來確認收款人的稅務身份，以及適用美國的預扣稅率。如果你沒有美國身份的話，通常就是30%跑不掉。所以一套$10的遊戲，先扣 Steam 的30%，剩下$7之後，再扣30%美国預扣稅，最後大概會剩$4.9。但這只針對美國來源的收入，不是全球銷售都扣30%，其他國家算法是不一樣的。接着我們就以台灣來舉例，台灣的營業稅是5%，而 Steam 顯示給台灣的價格是含稅的，因此台灣支付$10要先除以 1.05， 猜出內含的營業稅，未稅收入大概是$9.52，接着再扣除 Steam 的30%，開發者大概可以分潤到$6.67。這筆5%的稅金不是 Steam 額外抽走的錢，而是 Steam 代售後要繳給台灣政府的錢。不過，相較於 VAT 超過10%或20%的國家，台灣的5%其實算是非常低的。所以，請台灣玩家多支持一下國產遊戲，這樣會讓台灣的開發者多拿到一點錢。另外，再特別說明一點，在 Steam 的後台設定價格，它會根據當地的購買力、平均銷售力度等等的來做調整。所以，即便設定$10，但換算成台幣可能會變成250或270左右。那在過去有一些遊戲的爭議就是說，台灣賣的特別貴。這個有時候可能是後台自己運算的結果，而非刻意賣的比較貴。不過，當然這部分開發者也是可以自己手動調整的。接着第三層，發行商分潤。如果遊戲不是自己發行，而是交給發行商操作 Steam 的話，就還要再加入一層發行商的分潤。而每個發行商的分潤比例與提供的服務都是不一樣的，實際條件必須看雙方簽訂的合約。而且除了分潤比例，也要確認這個百分比是從銷售總額、平台結算收入，還是扣除其他費用後的淨收入開始計算的。這邊假設發行商抽的是淨利潤的30%，那以前面的台灣玩家為例，剛剛剩下的$6.67，再乘以開發者所得的70%，大概會剩下$4.67。那美國玩家的話就會剩下$3.43，也就是說，一套銷售$10的遊戲，實際分到開發者這邊，到現在已經不到一半了。那你以為到這邊沒了嗎？不，還有第4層，跨國手續費跟匯率。剛剛看到的賬面上$4.67，不代表會原封不動的進到你的台灣賬戶。Steam 或發行商把錢匯到台灣的時候，會有額外的費用產生，比如中間銀行跟台灣銀行的手續費，以及換匯的價差。國際和中間銀行的費用可以抓每筆$10到30。台灣收款銀行可能還會再收$200到$800，換成台幣時還會產生匯差。所以假設匯款是$1000，全部加起來初估損失可能會在1.5到3%左右。最後收款金額大概會是$970到$985左右等值的台幣。那這些費用通常是每次匯款時候收取的，不是每賣一套扣一次。因此匯款金額越小，手續費佔收入的比例就越高。這部分在談發行合約的時候，記得要先確認是用什麼幣別，匯款費率由誰負擔，以及多久結算一次。好了，經過了上述這個步驟，錢終於進到台灣賬戶了。那到這邊應該結束了吧？不，還沒有，還有最後的第5層，台灣所得稅跟營所稅。如果你是公司收款的話，公司不是收到多少錢就直接扣20%的營所稅。營所稅是針對公司的淨利潤做計算的，公司淨利潤在12萬以下，原則上是免徵的，超過12萬就會開始累加稅率，直到超過20萬就會是扣20%的稅率。那假設好不容易遊戲賣了2萬套，公司獲得收入100萬，扣除開發成本、薪資、其他費用合計60萬，淨利潤是40萬，那接下來就是40萬乘以20%，營所稅大概就是8萬了，實際到公司可運用的金額就是32萬。那有些人就會說，
公司賺錢要分潤啊，累死累活做半天，老闆都不發獎金。32萬是什麼概念？以一個5到6人的小型團隊來講，大概是1個月的薪資而已。除非你團隊下個月要解散，不然32萬根本是杯水車薪。而且況且做遊戲成本哪有可能只有60萬 ？OK， 那如果是個人收款的話，而且這筆收入被認定為海外收入的話，主要注意2個門檻：全戶全年海外所得未達100萬。原則上是不計入基本所得額的，但如果達到100萬的話，就要將整筆海外所得計入。但超過100萬也不代表一定會立刻增加稅金。全戶基本所得額要超過750萬的時候，才會需要計算20%的最低賦稅額。那這邊就會有人講，那我是不是走個人就會有每年750萬的免稅額？我只能說，確實有人這樣做，但這邊的認定範圍有點模糊。建議有疑慮的話，可以諮詢相關專業的人員。最後總結一下，一套$10的遊戲，經過玩家所在地的消費稅、Steam 平台分潤、美國預扣稅、發行商分潤以及匯款費用匯差後，開發者實際入賬通常只剩下3到5美元而已。如果是自己發行的話，大概可以取得售價49%到67%左右。如果再透過發行商抽成30%的話，大約會剩下34%到47%左右。那公司收到錢之後，還要針對扣除開發成本、薪資以及其他費用後的淨利潤計算營所稅。換句話說，遊戲賣出1萬套，每套售價$10，開發者實際分到的錢可能大概只有3萬到5萬美元左右，也就是大約新台幣96萬到160萬元左右。而且這還不一定是已經扣除開發成本與台灣所得稅的金額。那根據第三方統計 ，Steam 的新遊戲將近有一半連100套都賣不到，整體銷售中位數大概會落在100到200套左右。能夠賣到1萬套已經是相對少數，但即使是賣出1萬套，通常都還不夠回本。加上現在有非常多 AI 粗製濫造的遊戲一直不斷上架到 Steam， 導致 Steam 的曝光度受影響，所以現在開發者光是開發初期，其實就要想辦法獲得更多曝光機會，不然你上架幾乎就是石沉大海了。而且這邊還要特別講一點，很多人以為開發遊戏就是丟個10-20萬就可以做出來了，但實際上10-20萬根本連一款遊戲都做不出來，你可能只能做個 demo 而已。那關於遊戲制作成本的計算，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再做一期影片來分享。大家也可以根據今天介紹的公式試算看看自己的遊戲究竟要賣出多少套才能回本，並且也可以把結果分享在留言區內。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如果你覺得這影片對你有幫助，記得按讚、訂閱加熱推。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